大家好，我是 Polly， 今天用5分钟讲完阿西莫夫的《过去已死》。21世纪初，斯特宾斯基通过研究中微子发明了年代观测仪。这个机器可以像看电影一样观测过去发生的事情。机器一问世便被政府接管。50年后，古历史学家波特利来到年代观测系主任阿拉曼的办公室。波特利一直在研究迦太基文明，近2年来，他一直在申请使用年代观测仪来验证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直被拒绝。尽管这一次和阿拉曼反复强调自己研究的重要性，他的申请还是没能通过。这2年来的申请失败令波特利越来越偏激，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造一台自己的年代观测仪。他想起前段时间自己在大学里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物理系讲师福斯特，他向福斯特询问有关中微子领域的知识。双方交流过后，他们发现大学里不教授有关的知识，没有人在做有关的研究，很有可能也没有人真正使用过年代观测仪。这意味着政府一直在故意压制中微子领域和年代观测技术的发展。随后，福斯特向自己的叔叔职业科学作者尼莫求助。他们先是找到了唯一一本中微子领域的教材，由已故的斯特宾斯基所写的旧书。福斯特从这本书开始学习，用了几个月时间造出了第一台便携式年代观测仪。但是他发现这台机器并不像政府宣传的那样可以看到数千年前的事，125年已经是极限，这是宇宙的物理特性设立的边界。波特利对此很失望，但是他的妻子卡洛琳却很开心。他不关心什么古代文明，他只想用机器去看自己20年前意外身亡的女儿。此时波特利开始意识到机器的弊端，他让福斯特不要公开便携式年代观测仪的技术，否则唾手可得的机器只会让人们像卡洛琳一样沉溺于过去，许多人不堪的过往也会被一并翻出。但是福斯特坚持要公开，他要打破政府对科学发展的枷锁。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科学技术被政府有意压制了。为了阻止福斯特，波特利将一切告诉了年代观测系主任阿拉曼。两人再次找到福斯特，这次阿拉曼以牢狱之灾威胁福斯特，并且他坦白他所在的年代观测部门的任务就是保证该领域不会有任何进展。他警告福斯特，涉及年代观测技术，福斯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判就可以被直接关起来。阿拉曼告诉两人，年代观测技术的可怕之处不在过去，而在当下。当你用机器去看 0.01 秒前的过去，过去就不过是此时此刻的另一个名字。法律不可能完全禁止饮酒、抽烟和造谣，更不可能禁止人类偷窥的欲望。福斯特此时终于决定放弃公开技术，但是一切都晚了。他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因为年代观测技术而遭到威胁，于是在几天前把手稿备份交给了叔叔尼莫。而尼莫研读后，知道福斯特必将因此遭遇危险，决定自己抢先发表，以保全这个年轻人的前途。现在技术的公开已经无法挽回，人类将生活在一个透明的鱼缸之中。短视频是为了引起你的阅读兴趣，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不妨去读一读原文哦。你也可以点进我的主页，里面有更详细的长视频解读。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